欧洲旧大陆征服美洲新大陆，最致命的武器居然不是枪炮和钢铁冷兵器。征服美洲最致命的武器是什么？今天我们继续读《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第11章牲畜的致命礼物这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第11章牲畜的致命礼物。我们已经探讨了粮食生产如何在几个主要地区兴起，并以不同速度向外传播。这些地理差异最终解释了耶利的问题，为什么不同民族在权力和财富上差距悬殊。然而，粮食生产本身并非直接原因，赤手空拳的农民可能打不过赤手空拳的狩猎采集者。农民的力量部分源于他们能养活更多的人口。例如，10个赤手空拳的农民肯定能战胜一个赤手空拳的狩猎采集者。此外，农民并非赤手空拳，他们常携带更可怕的病菌，拥有更好的武器和盔甲，掌握更先进的技术。他们生活在集权政府之下，这类政府中的文化精英更懂得如何发动征服战争。因此，接下来的4章将深入探讨粮食生产如何间接导致了病菌、文化、技术和集权政府这些直接原因。我的医生朋友曾讲述过一个病例，生动地说明了牲畜、农作物与病菌之间的关联。这位年轻医生初入行时，接到任务去治疗一对患怪病的夫妇，他们沟通困难，这不利于诊断。丈夫是个瘦小胆怯的男人，患了不明病菌引起的肺炎。他英语说得不多，美丽的妻子充当翻译。妻子为丈夫的病情担忧，也害怕陌生的医院环境。我的朋友在医院忙了1周，疲惫不堪地想弄清楚这种怪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身心俱疲让他忘了医生的职业守则，犯了个大错。他让妻子问丈夫是否有过可能导致感染的性经历。医生注意到丈夫脸涨得通红，蜷缩起来，仿佛变得更小了。他恨不得钻进床单下，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着。妻子突然怒吼一声，直起身子，居高临下地瞪着他。医生还没来得及阻止，他已经抓起一个沉重的金属瓶，用尽全力砸向丈夫的头，然后怒气冲冲地跑出房间。医生费了好大劲儿才重新唤醒他，又花了更多时间，才从男人结结巴巴的英语中问出他说了什么惹怒了妻子。答案慢慢浮现，他刚才承认不久前在家里的农场和母羊发生过几次性关系，这也许就是他染上神秘病菌的原因。这听起来荒诞不经，也似乎没什么普遍意义，但实际上他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源自动物的人类疾病。我们爱羊，很少像那位病人那样出于肉欲，但我们大多数人对猫、狗等宠物有一种柏拉图式的爱。从我们饲养的庞大数量的羊和其他牲畜来看，我们的社会无疑对它们有种过度的喜爱。例如，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显示，澳大利亚人非常重视他们的羊，他们养的羊的数量是澳大利亚人数的10倍。有些成年人会从宠物那里感染疾病，儿童感染的更多。通常这只是小毛病，但有些会发展成重病。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包括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由动物疾病演变而来。奇怪的是，大多数引起人类流行病的病菌现在几乎只在人类中传播。2战前，战争受害者死于疾病的比死于战斗创伤的更多。所有那些歌颂伟大将军的军事史都轻描淡写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过去战争的胜利者并非总是拥有最优秀将军和最精良武器的军队，而往往是那些携带能传染给敌人最可怕病菌的军队。病菌作用最可怕的例子来自1492年哥伦布航行后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尽管无数印第安人被残暴的西班牙征服者杀害，但恶毒的西班牙病菌杀死的印第安人更多。
为什么欧洲和美洲之间这种可怕的病菌交流如此不对等？为什么印第安人的疾病没有大量杀死西班牙入侵者，并传回欧洲，消灭欧洲 95% 的人口？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被亚病菌大量杀死的其他土著身上，以及试图征服亚非热带地区的欧洲人身上。因此，人类疾病源自动物，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想想艾滋病，这是一种传播极快的人类疾病，似乎从非洲野猴体内的一种病毒演变而来。本章将首先探讨什么是疾病，为什么有些病菌演化的目的是使我们生病，而大多数其他生物物种却不会。我们将考察为什么我们最熟悉的传染病中有许多成为流行病并迅速传播，如当前的艾滋病和中世纪的黑死病，也就是腺鼠疫。然后我们还将考虑现在只在我们之间传播的那些病菌的祖先是如何从他们原来的宿主动物身上转移到我们身上的。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对传染疾病源自动物的深刻理解是如何有助于说明欧洲人与印第安人之间重大的几乎是单向的病菌交流的。我们自然都喜欢从自身角度考虑疾病，我们怎样才能自救并杀死病菌，如何让我们消灭这些坏蛋，不比在意他们的动机。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打败敌人必须先了解敌人，在医学领域尤其如此。所以让我们暂时抛开人类的偏见，从病菌的角度看疾病。要知道，病菌同我们一样也是自然选择的产物，病菌以各种奇怪的方式使我们生病，如导致生殖器溃疡或腹泻。他们这样做能获得什么演化利益？这似乎特别令人费解，甚至自相矛盾，因为病菌杀死宿主，同时也杀死自己。从根本上说，病菌的演化与其他物种没什么两样，演化选择那些在繁殖后代和帮助后代传播到适合生存的地方方面最有效的个体。病菌的传播可以用数学方式来定义，每个感染者能传染给新受害者的数量，这个数量取决于每个受害者能感染新受害者的持续时间，以及病菌从一个受害者转移到下一个受害者的效率。病菌演化出了多种传播方式，从人传人以及从动物传人。传播能力强的病菌繁殖的后代也多，结果就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我们疾病的许多症状实际上是某种聪明的病菌改变我们的身体或行为，以帮助它们传播的方式。病菌传播最省力的方式是被动等待下一个受害者。有些病菌等待自己的宿主被下一个宿主吃掉，正是这种策略的运用。例如，沙门氏菌是由于我们吃了被感染的蛋或肉而感染的。引起旋毛虫病的寄生虫是等我们宰猪后吃了未煮熟的猪肉，而从猪身上进入我们体内的。引起线虫肉芽病的寄生虫是喜欢吃寿司的日本人和美国人吃了生鱼片时感染的。这些寄生虫都是从被吃的动物传递给人，但引起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强效病的病毒通常是从一个被吃的人传递给另一个人的。这种病通过吃人肉传播。高原地区的母亲们挖出死于强效病的人的脑髓，等待下锅。一旁的孩子玩弄这些未煮过的脑髓后，舔了舔手指，从而犯下了致命错误。有些病菌不是等到旧宿主死后而被吃掉，而是在昆虫唾液中搭便车。这种昆虫咬了原来的宿主，然后迅速离开去寻找新的宿主。提供这种免费搭车可能的是蚊子、跳蚤、虱子或采采蝇，它们分别传播疟疾、瘟疫、伤寒或昏睡病。这种被动传播最卑鄙的手段是病菌通过母亲传递给胎儿，从而使出生后的胎儿受到感染，引起梅毒、风疹和现在的艾滋病的病菌就是靠这种方式造成道德困境，让那些信仰宇宙基本正义的人们不得不与之殊死斗争。另一些病菌可以说由自己操办，他们改变宿主的结构和习惯，以加速传播。从我们的角度看，得了由梅毒等性病引起的生殖器溃疡是极不光彩的事。然而，从病菌的角度看，他们只是用最有用的手段，通过宿主帮助将病菌移入新宿主的体腔。
天花造成的皮肤损伤，同样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身体接触传播病菌，有时十分间接。例如，一心想消灭好斗的印第安人的美国白人，将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作为礼物送给他们。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和百日海病菌使用的策略更厉害，他们诱使受害者咳嗽或打喷嚏，将一群病菌喷射给外来的新宿主。同样，霍乱菌促使受害者大量腹泻，将病菌排入潜在受害者的饮用水源，引起朝鲜出血热的病菌通过鼠尿传播。在改变宿主行为方面，没有什么比狂犬病毒更厉害的了。这种病毒不仅进入受感染狗的唾液中，还驱使狗疯狂咬人，从而感染许多新受害者。但就这种微小生物所做的实际努力而言，应该获奖的还是钩虫和血须虫等寄生虫。它们的幼虫通过前一个受害者的粪便排泄到水里或土里，然后从那里努力钻入新宿主的皮肤。因此，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生殖器溃疡、腹泻和咳嗽都是症状，但从病菌的角度看，它们是传播病菌的聪明演化策略。这就是为什么使我们生病符合病菌的利益。但是，为什么病菌会演化出杀死宿主这种明显自相矛盾的策略呢？从病菌的角度看，那只是宿主症状促进病菌高效传播的一个无心的附带结果，对我们来说真是莫大的安慰。是的，一个未经治疗的霍乱病人最终可能因每天腹泻数加仑而丧命。然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只要病人还活着，霍乱菌就会因大量传播到下一个受害者的饮用水源而受益。如果每个受害者因此平均感染一个以上的新受害者，那么即使第一个宿主死了，霍乱菌仍然会传播开来。我们对病菌利益的无情感考察到此为止。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自身的自私利益，活下去并保持健康。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那些该死的病菌。我们受到感染的一个普遍反应是发烧，我们又一次习惯性地把发烧看作一种症状，好像无缘无故地发生了。但是，体温调节是受基因控制的，并非无缘无故地发生。有些病菌对热的反应比我们的身体更敏感，提高我们的体温，实际上是要在我们自己被烤死之前把病菌烤死。我们的另一个普遍反应是动员免疫系统，我们的白细胞和其他细胞积极地搜寻并杀死外来病菌。我们在抵抗某种使我们受到感染的病菌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特定抗体，使我们在痊愈后不大可能再次受到感染。我们根据经验知道，有些病如流行性感冒和普通感冒，我们对它们的抵抗力只是暂时的，我们最终还是有可能再次感染。然而，对其他一些疾病，包括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百日咳以及现在已被战胜的天花，我们由一次感染激发的抗体使我们获得终生免疫。这就是预防接种的原理，给我们接种一种已死的或变弱的菌株，促使我们产生抗体，而不比真的生病。然而，有些聪明的病菌在我们的免疫防疫系统面前就是不屈服，有些学会了改变自身细菌分子结构，这使得我们抗体难以识别它们，进而来欺骗我们。新品种的流行性感冒通过不断演化或改造，产生了不同的抗原。这就是为什么你2年前得过流感，今年另一种流感来袭时仍然可能会感染。疟疾和昏睡病由于能迅速改变抗原，成了更难对付的顾客。最难对付的是艾滋病，因为它甚至在一个病人体内也能演化出新的抗原，从而破坏病人的免疫系统。我们最缓慢的防御反应是通过自然选择表现出来的。自然选择改变了我们一代代的基因频率。对于几乎任何一种疾病，有些人证明比另一些人具有更强的基因抵抗能力。在疾病流行时，那些具有抵抗某种病菌基因的人，比缺乏这种基因的人更有可能生存。因此，在历史进程中，在反复接触某种病原体的人口中，具有抗病基因的个体比例较高。这完全是因为没有这种基因的不幸个体不大可能生存下来，并将他们的基因传给后代。你可能又一次认为这是莫大的安慰，其实这种演化反应对基因易受感染的即将消失的个体没有任何好处，
尽管这确实意味着整个人口有了更强的抵抗病原的能力，关于这种基因防御的例子，如镰状红细胞基因、泰萨二世病基因和囊性纤维变性基因，可能使非洲黑人、德系犹太人和北欧人分别以一定的代价获得了保护自己抵抗疟疾、肺结核和细菌性腹泻的能力。总之，我们与大多数物种的互动，就像与蜂鸟的关系所证明的那样，不会使我们或蜂鸟生病。我们和蜂鸟都不需要演化出相互防范的能力，这种和平关系得以维持，因为蜂鸟不指望我们传播后代，也不指望我们的身体作为食物。蜂鸟的演化结果是它们以花蜜和昆虫为食，这些食物是它们靠运用翅膀获得的。但是病菌的演化结果却是以我们体内的养料为食，一旦原来的受害者死亡或产生抵抗力，它们也没有翅膀飞到新的受害者体内。因此，许多病菌不得不演化出一些花招，以便在潜在受害者之间传播。许多这样的花招就是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症状。我们也演化出我们自己的反花招，对此细菌又演化出反花招来回应。我们和我们的病原体现在在一场逐步升级的演化竞争中难解难分，竞赛一方的死亡为失败的代价，而自然选择就是这场竞赛的裁判。现在就让我们考虑一下这场竞赛的形式，是闪电战还是游击战？假设我们统计某个地区某种传染病的病例数，并观察这些数字如何随时间变化，由此产生的变化模式在各类疾病中大不相同。对于某些疾病，如疟疾或钩虫病，在一个受侵袭的地区，任何一年、任何月份都可能出现新病例。然而，所谓的流行疾病，可能很长时间连一个病例都没有，然后出现一大批病例，接着又有一阵子没有任何病例。在这些流行疾病中，流行性感冒是大多数美国人因亲身经历而非常熟悉的。有些年份对我们来说特别糟糕，但对流行性感冒病毒来说则是好年份。霍乱这种流行病发生的间隔时间较长。1991年秘鲁的霍乱是20世纪首次到达新大陆的流行病。尽管今天流行性感冒和霍乱的流行成为报纸头版新闻，但在现代医药出现前的流行病通常要可怕得多。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流行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导致2100万人死亡的流行性感冒。黑死病也就是腺鼠疫，在1346年到1352年间杀死了欧洲1/4的人口，在有些城市死亡人数高达 70%。19世纪80年代初，当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修经萨斯科彻温时，该省以前很少接触过白人及其病菌的印第安人死于肺结核的人数每年仅高达惊人的 9%。 与偶尔来袭的小病不同，作为流行病有几个共同特点。首先，它们从一个感染者迅速高效地传给附近健康的人，导致整个人口在短时间内感染。其次，它们都是急性病，在短时间内你要么死去，要么完全康复。第三，我们当中确实康复的幸运者产生了抗体，使我们在很长时间内，甚至可能一辈子，也不必担心这种病复发。最后，这些病往往只在人类中传播，引起这些病的病菌通常不生活在土壤中或其他动物身上。所有这4个特点也适用于美国人所认为的那些常见的儿童急性传染病，包括麻疹、风疹、急性腮腺炎、百日咳和天花。这4个特点结合起来，往往造成了某种疾病的流行。原因不难理解，简单地说，情况是这样：病菌的迅速传播和症状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当地人口中的每个人很快就会被感染。此后不久，他或者死去，或者康复并获得免疫力，仍然会受到感染的人都不会活下来。但由于这种病菌除了在活人体内生存，在死人体内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人死了，这种病也就消失了。直到又一批儿童达到易受感染的年纪，直到一个受到感染的外来人，使一场流行病重新开始。关于这些疾病如何流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西洋上的孤立岛屿法罗群岛上的麻疹病史。1781年，一场严重的麻疹流行病
抵达法罗群岛，随后消失了。此后该群岛不再有麻疹发生，直到1846年，一名感染的木匠从丹麦乘船抵达，不到3个月，法罗群岛上的7782人，几乎所有人都得了麻疹，于是有人死去，有人康复，麻疹病毒又一次消失，直到下一次流行。一些研究表明，麻疹可能会在任何少于50万人的地区消失，只有在人口较多的地区，这种病才会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直到原先感染地区出生的婴儿达到足够数量，麻疹才会卷土重来。适用于法罗群岛麻疹的情况，也适用于世界上其他一些我们熟悉的急性传染病。为了维持自身存在，这些病需要足够多的人口，足够拥挤的人口，这样又有一大批易受感染的儿童成为感染对象。因此，麻疹和一些类似的疾病也叫做人群病。显然，人群病不可能在小群狩猎采集族群和刀耕火种的农民中存在。现在亚马逊河地区印第安人和太平洋岛民的悲惨经历表明，整个小部落可能会被一个外来人带来的一种流行病几乎全部消灭，因为这个小部落中没有一个人有任何抵抗这种病菌的抗体。例如1902年冬天，捕鲸船活跃号上的一个水手带来的一场痢疾流行，使56个萨德勒缪特艾基斯莫人中的51人丧生。这是一群生活在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南安普顿岛上的人，他们是完全与世隔绝的人。此外，麻疹和我们的其他一些童年病，杀死受感染的成年人比杀死儿童的可能性更大，而那个小部落里的成年人又全都易受感染。相比之下，现代美国成年人很少有感染麻疹的，因为他们大多数在童年时或者得过麻疹，或者接受过预防接种。那场流行病在杀死那个小部落的大多数人之后，接着就消失了。小部落人口少，这一点不但说明了为什么他们承受不住从外面带来的流行病，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能演化出自己的流行病去回敬外来人。然而，这并非说人口少就百病不生，他们同样会得传染病，不过只限于几种。有些传染病是由能引起动物身上或土壤中生存的病菌引起的，结果这种病不会消失，而且始终可以使人受到感染。例如黄热病病毒由非洲野猴携带，它总是能够通过野猴感染非洲农村人口，再从这些人通过横渡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带去感染新大陆的猴子和人。还有一些传染病发生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它们是麻风病和雅思病之类的慢性病。由于这种病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杀死患者，所以患者在活着时就成了感染这个小部落其他成员的病菌仓库。例如，我20世纪60年代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卡里穆伊巴西姆工作过，那里的居民是几千个与世隔绝的人，他们的麻风病发生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居然达到约 40%。 人口少的群体毕竟也容易得一些非致命的传染病，由于我们对这种传染病没有形成免疫力，结果同一个人在康复之后仍会再度感染。钩虫和许多其他寄生虫的情况就是如此。所有这些孤立小群体特有的疾病，想必都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它们是在我们早期几百万年的进化史中形成并保持的疾病，因为那时的总人口数量很少且分散。这些疾病是我们与野生近亲非洲类人猿共有的，或者与他们的疾病类似。相比之下，我们前面讨论的人群病只有在聚集起众多稠密人口时才可能出现。这种人口的聚集随着大约1万年前农业的出现而开始，然后又随着几千年前城市的出现而加速发展。事实上，许多我们熟悉的传染病得到证实的最早出现年代是令人惊讶地很晚，天花出现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这一点是从一具埃及木乃伊身上的痘痕推断的。流行性腮腺炎出现在公元前400年，麻风出现在公元前200年，流行性脊髓灰质炎出现在公元1840年，艾滋病出现在1959年。为什么农业的出现
会成为我们人群传染病形成的开端。其中一个原因前面已经提到，那就是农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维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平均要高10倍到100倍。此外，狩猎采集族群经常变换营地，留下一堆堆排泄物，上面聚集了大量病菌和寄生虫幼虫。但农民是定居的，他们生活在自己排放出来的污水中，从而为病菌从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另一个人的饮用水源提供了捷径。有些农业人口把自己的粪便收集起来，当作肥料撒到人们劳作的田里，从而使粪便中的病菌和寄生虫感染新受害者变得更加容易。灌溉农业和鱼类养殖为蜗牛和水蛭提供了理想的生活环境。蜗牛是吸血虫的宿主，而水蛭则在我们涉过满是粪便的水中时钻进我们的皮肤。定居的农民周围不但有自己的粪便，而且还有被他们的储存的粮食吸引来的传播疾病的啮齿类动物。非洲农民砍伐出来的林中空地也为疟蚊提供了理想的滋生地。如果说农业的出现给我们的病菌带来了好运，那么城市的出现则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幸运。因为在糟糕的卫生条件下，更拥挤的人口使情况更加恶化。直到20世纪初，欧洲的城市人口才最终稳定下来。在那以前，来自农村的健康农民不断移居城市，这对于补充城市中因人群病而死去的人是必要的。对病菌来说，另一件好事就是世界贸易路线的发展。到罗马时代，这些贸易路线有效地将欧洲、亚洲和北非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谓的安东尼瘟疫，也就是天花，终于抵达在公元165年到180年期间，杀死了数百万罗马城镇居民。同样，所谓的现鼠疫也是在公元542年到543年第一次在欧洲出现。但直到公元1346年，所谓的黑死病才开始全力打击欧洲。那时，一条新的与中国的陆上贸易路线为满是跳蚤的毛皮提供了沿欧亚大陆东西走向，从到处瘟疫的中亚地区到欧洲的快速运输通道。今天，我们的喷气飞机使得即使最长的洲际飞行都比人类任何传染病的持续时间要短暂。1991年，一架停在利马的阿根廷航空公司的飞机设法从利马飞越3000英里，当天将几十个感染霍乱的人带到我居住的城市洛杉矶。美国人周游世界和外国人移居美国的迅速增多，正在把我们变成另一个熔炉。这一次是病菌的熔炉，而这些病菌我们原先认为不过是在遥远的国度引起一些奇怪的疾病，而未曾理会。因此，当人口的数量和集中达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也达到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至少能够形成并保持只有我们人类才会有的人群病。但这个结论也有其矛盾之处，在那时以前，这些病是不可能存在的。相反，它们必须演化成新的疾病。那么，这些新的疾病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最近，对致病病菌的分子研究不断提供证据。对于引起我们独有疾病的许多病菌，分子生物学家现在能够确定一些亲缘关系最近的病菌。这些病菌同样证明是人群传染病的媒介，不过只在我们各种家畜和宠物中流行罢了。在动物中，流行病同样需要稠密的大种群，而不是只折磨任何某一只动物。这些流行病主要发生在需要大的种群的群居动物中。因此，当我们驯养牛和猪这类群居动物时，它们已经受到了一些流行病的折磨，只不过在等待着转移给我们罢了。例如，麻疹病毒与牛瘟病毒亲缘关系最为接近。牛瘟这种可怕的流行病侵袭牛和许多野牛的反刍哺乳动物，但不侵袭人。反过来，麻疹也不侵袭牛。麻疹病毒和牛瘟病毒极其相似，这一点表明后者从牛转移给人，然后通过改变其特性，以适应人的情况而演化成麻疹病毒。考虑到许多农民的生活和睡眠与牛及其粪便、呼吸、溃疡和血液近在咫尺，这种转移就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了。自从我们驯养牛以来，我们与牛的这种亲密关系已经存在了9000年之久。
这大量的时间足以使牛瘟病毒发现我们就在它的近旁。其他一些我们熟悉的传染病同样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动物朋友身上的疾病。考虑到我们与我们所喜爱的动物的亲密关系，我们必定不断受到它们的病菌攻击。这些入侵者经过自然选择的筛选，只有少数得以成为人类疾病。只要快速观察一些当前的疾病，我们就可以看出动物原病转化为人类疾病的4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有几十种病为例证，这些病是我们不时从饲养的宠物和家畜那里直接得来的，它们包括从我们的猫那里得来的猫抓热，从我们的狗那里得来的钩端螺旋体病，从我们的鸡和鹦鹉那里得来的鹦鹉热，以及从我们的牛那里得来的布鲁氏菌病。我们同样也会从野生动物那里感染疾病，例如猎人在剥野兔皮时可能得兔热病。所有这些病菌仍然处在向人类病原体演化的早期阶段，它们仍然不能直接地从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甚至它们从动物身上转移给我们仍属罕见。在第二阶段，原先动物的病原体已经演化到可以直接在人群中传播，从而引起流行病的程度。然而，这种流行病由于几个原因而消失了，例如被现代医药治愈了，或因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得过病了，有的获得了免疫力，有的已经死了。例如，以前有一种叫奥尼翁热的不明热病，于1959年在非洲出现，接着感染了几百万非洲人。它大概是猴子身上的一种病毒引起的，由蚊子传染给人，病人很快康复且不会复发。这一点有助于这种新出现的病很快消失。美国人家乡有一种病叫做布雷格堡热，这是给一种新出现的钩端螺旋体病取的名字。这种病于1942年夏季在美国爆发，随后很快消失不见了。由于另一原因而消失不见的一种致命疾病是新几内亚的库鲁病。这种病因为食人肉而传染，是由一种作用缓慢的病毒引起的。人一旦染上这种病毒，终生都不会痊愈。就在库鲁病快要消灭新几内亚的2万人的弗雷部落时，澳大利亚政府于1959年左右建立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结束了食人肉的习俗，从而也结束了库鲁病的传播。医学史连篇累牍地记载了一些我们今天闻所未闻的疾病，但这些病曾一度引起了令人恐怖的流行病，接着又像出现时那样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有许多流行病在现代医学发明出用于确定罪魁祸首的病菌的方法之前很久便已消失匿迹了。英国汗热病在1485年到1552年在欧洲迅速蔓延，并且使欧洲一片惊慌。18、19世纪的法国的皮卡迪汗热病只是其中2例而已。我们主要疾病演化的第3阶段，以原先的动物病原体为代表。这些病原体的确已经在人体内安家落户，但并没有消失，可能仍然是或仍然不是人类的主要杀手。拉沙热可能是由一种来自啮齿类动物的病毒引起的，它的前途仍然十分难以预料。拉沙热是1969年在尼日利亚观察到的，它在那里引起了一种传染性很强的致命疾病。即使出现1例这样的病，尼日利亚的医院都得关闭。情况比较清楚的是莱姆病，它是一种由螺旋体引起的，老鼠和鹿携带的扁虱叮咬了人，这种螺旋体就从叮咬处进入人体。虽然人类感染莱姆病的已知首批病例最晚是1962年才在美国出现，但在我国的许多地方，莱姆病已经到达了流行的程度。艾滋病来自猴子的病毒，1959年左右有了关于人类感染这种病的最早记录。从艾滋病毒的观点看，艾滋病这种病的前途甚至更有保障。这种演化的最后阶段，可以只有人类才会感染的疾病为代表。这些疾病必定是多得多的病原体在演化过程中的幸存者，所有那些病原体都曾力图迅速转移到我们身上，但多半失败了。在这些阶段究竟发生了什么，使一种本来为动物所独有的疾病转化为一种为人类所独有的疾病？有一种转化涉及居中传病媒介的改变。如果一种有依赖某种节肢动物为传播媒介的病菌要转移到一个新宿主身上去，这种病菌可能也不得不要去寻找一种新的节肢动物。例如，
斑疹伤寒最初是由老鼠身上的跳蚤在老鼠之间传播的，这些跳蚤过不多久就把斑疹伤寒从老鼠身上转移到人的身上。最后，斑疹伤寒菌发现人身上的虱子提供了一种效率高得多的在人与人之间直接往来的方法。由于美国人大都消灭了身上的虱子，斑疹伤寒又发现了进入我们体内的一条新的路线，先是传染给北美东部的飞鼠，这些飞鼠藏在阁楼上，然后再通过这些飞鼠传给住户。总之，疾病代表了一步步的演化，而病菌则通过自然选择适应新的宿主和传病媒介。但与牛的身体相比，我们的身体具有不同的免疫系统、虱子、排泄物和化学物质。在这种新的环境下，病菌必须演化出新的生存和传播方法。在几个富有启发性的病例中，医生或兽医实际上已经能够观察到演化出这种新方法的病菌。研究最充分的例子是多发性粘液瘤病袭击澳大利亚兔子时所发生的情况。这种粘液病毒本来是巴西野兔携带的病毒，据观察，这种病毒在欧洲家兔中造成了一种致命的流行病，而欧洲家兔是另一种不同的兔子。原来，在19世纪，有人愚蠢地把欧洲兔子引进了澳大利亚，结果造成了那里的兔子泛滥成灾。因此，在1950年，粘液病毒被有意识地引进澳大利亚，用于解决这个大陆上的欧洲兔灾。在第1年，粘液病毒在受到感染的兔子中造成了对澳大利亚农民来说令人满意的 99.8% 的死亡率。令这些农民失望的是，第2年兔子的死亡率下降到 90%， 最后下降到 25%， 使得在澳大利亚完全消灭兔子的希望落空了。这里的问题是，这种粘液病毒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演化的，它的利益不但不同于那些兔子的利益，而且也不同于我们的利益。这种病毒之所以产生变化，是为了少杀死一些兔子，并使那些受到致命感染的兔子多活些时间再死。结果，不那么致病的粘液病毒就能比原先有高度致死的粘液把下一代病毒传播到更多的兔子中去。对于发生在人类中的一个类似例子，我们只需考虑一下梅毒的惊人演化情况。今天一提起梅毒，我们立刻会联想到2种情况：生殖器溃疡和十分缓慢的病情发展。许多得不到治疗的患者要过好多年才会死去。然而，当梅毒于1495年首次在欧洲明确见出记录时，它的脓包通常从头部蔓延到膝部，使脸上的肉一块块脱落，不需要几个月就让人一命呜呼。到1546年，梅毒已演化成具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些症状的疾病。显然，同多发性粘液瘤病一样，为使患者活得长些而进行演化的那些梅毒螺旋体，因此就能够把他们的螺旋体后代传染给更多的患者。人类历史上致命病菌的重要性，可以从欧洲人征服新大陆并使那里人口减少这件事得到很好的例证。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的，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枪炮和刀剑下的要多得多。这些病菌杀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领袖，消磨了幸存者的士气，从而削弱了对欧洲人的抵抗。例如1519年，科尔特斯率领600个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海岸登陆，去征服拥有好几百万人口且勇猛好战的阿兹特克帝国。科尔特斯到达阿兹特克的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又带着他的仅仅损失了2/3的队伍逃走，并一路打回海岸。这既证明了西班牙人的军事优势，也证明了阿兹特克人开始时的幼稚。但当科尔特斯第2次袭击到来时，阿兹特克人就不再幼稚，而是极其顽强地展开了巷战。使西班牙人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是天花。1520年，天花随着一个受到感染的来自西班牙属地古巴的奴隶到达墨西哥，由此而产生的天花流行接着杀死了阿兹特克的近1半人口，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大难不死的阿兹特克人也被这种怪病弄得士气低落，因为这种病专杀印第安人而竟不伤害西班牙人，就好像在为西班牙人的不可战胜做宣传似的。到1618年，
墨西哥原来2000万左右的人口急剧减少到160万左右。皮萨罗于1531年率领168个人在秘鲁海岸登陆，去征服有几百万人口的印加帝国时，同样带来了一场浩劫。对皮萨罗幸运而对印加人不幸的是，天花已在1526年由陆路到达，杀死了印加的很大一部分人口，包括瓦伊纳卡巴克皇帝还有他的指定继承人。我们已在第3章中看到，皇位空缺的结果是使瓦伊纳卡帕克的另2个儿子阿塔瓦尔帕和瓦斯卡尔卷入了一场内战，使皮萨罗在征服这个分裂的帝国时坐收渔人之利。当我们美国人想到1492年新大陆人口最多的社会时，出现在我们心头的往往只有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社会。我们忘记了北美洲也曾在最符合逻辑的地方密西西比河流域养活了人口众多的印第安人社会。我们今天一些最好的农田就在这个地方。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征服者对于摧毁这些社会并未起到直接作用，一切都由事先传播的欧亚大陆病菌完成。当阿尔南多·德索托于1540年成为第一个欧洲征服者在美国东南部行军时，他来到2年前因当地居民死于流行病而被放弃的一些城镇旧址。这些流行病是从沿海地区印第安人那里传来的，而这些印第安人又是被沿海地区来的西班牙人感染的。西班牙人的这些病菌赶在这些西班牙人之前就向内陆传播了。德索托仍然看得到密西西比河下游沿岸的一些人口稠密的印第安城镇。这次远征结束后，又过了很久，欧洲人才又一次到达密西西比河河谷，但这时欧亚大陆的病菌已经在北美洲安家落户，并不断向四处传播。到欧洲人下一次在密西西比河下游出现，即17世纪初法国移民出现时，所有这些印第安人的大城镇已经消失殆尽，他们的遗址就是密西西比河河谷上的那些大土堆。直到最近我们才知道，构筑这种大土堆的社会，许多在哥伦布到达新大陆时仍然大部分完好无损。他们的瓦解是从1492年到欧洲人对密西西比河进行系统勘测这段时间内发生的。在我年轻的时候，美国小学生所受到的教育是，北美洲本来只有大约100万印第安人居住，把人数说得这样少，对于为白人的征服行为辩解是有用的，因为他们所征服的不过是一个可以认为几乎是空无一物的大陆。然而考古发掘和对最早的欧洲探险者所留下的关于我们沿岸地区的详尽描写表明，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到来后的1-2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 95%。 主要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未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他们既没有免疫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仿佛这些病还不够，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结核和黄热病。在无数情况下，白人实际上亲眼目睹了病菌到来时所产生的破坏。例如1837年，具有我们大平原最精致文化之一的曼丹族印第安部落，从一艘自圣路易斯沿密苏里河逆流而上的轮船上感染了天花。某个曼丹人村庄里的人口在几个星期之内就从2000人急剧减少到不足40人。虽然有10几种来自旧大陆的主要传染病在新大陆安家落户，但也许还没有一种主要的致命疾病从美洲来到欧洲。唯一可能的例外是斑疹伤寒，但它的原发地仍有争议。如果我们还记得稠密的众多人口是我们的人群传染疾病演化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病菌的这种单向交流就甚至更加引人注目。如果最近对哥伦布时代新大陆人口的重新估计是正确的，它不会比同时代的欧亚大陆人口少得太多。新大陆的一些城市，如特诺奇提特兰城，属于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为什么特诺奇提特兰城没有可怕的病菌在等待着那些西班牙人呢？一个可能的因素是，新大陆出现稠密人口的时间
稍晚于旧大陆。另一个因素是，美洲的3个人口最稠密的中心安第斯山脉、中美洲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并未由于经常性的快速贸易进而连成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就像欧洲、北非、印度和中国在罗马时代就连接起来那样。然而，这些因素仍然不能说明为什么新大陆最终显然完全没有任何流行的人群病。据报道，在1万年前死去的一个秘鲁印第安人的干尸上发现了肺结核菌的 DNA， 但在这方面所使用的识别方法并不能把人的肺结核菌与一种亲缘很近的野生动物中广泛传播的病原体牛科动物分支杆菌区别开来。其实，只要我们停下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么美洲之所以未能出现流行的致命人群病的主要原因就一定会变得很清楚。这个问题就是，想象一下这些疾病可能会从什么病菌演化而来。我们已经看到，欧亚大陆的人群病是从欧亚大陆驯化的群居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尽管欧亚大陆有许多这样的动物，但在美洲驯化的动物只有5种：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的火鸡、安第斯山脉地区的美洲驼、羊驼和豚鼠、热带南美洲的美洲家鸭，还有整个美洲的狗。反过来，我们也看到，新大陆驯化动物的这种极端缺乏，反映了用于启动驯化的野生动物的缺乏。在大约13000年前，上一次冰河结束时，美洲有大约 80% 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便已灭绝了。与牛和猪相比，印第安人剩下的那几种驯化动物不可能成为人群病的来源。美洲家鸭和火鸡不是大群在一起生活的，它们也不是我们有大量身体接触的动物，如小绵羊。豚鼠可能制造了一种类似恰加斯病或利什曼病的锥虫感染，使我们的一系列痛苦雪上加霜，但这一点还不确定。开始最令人惊讶的是，人类疾病没有一种来自美洲驼或羊驼，这使人不由得去研究这种相当于欧亚大陆牲畜的安第斯牲畜。然而，美洲驼有4个方面使它们不能成为人类病原体的来源。它们不像绵羊、山羊和猪那样大群饲养，它们的总数绝少会赶上欧亚大陆的家畜种群，因为它们从来没有传播到安第斯山脉以外的地区。人们不喝美洲驼的奶，因此不会受到它们的感染。美洲驼不是在室内饲养，和人的关系不那么密切。相比之下，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居民中，做母亲的妇女常常用自己的奶喂小猪，而猪也和牛一样，经常养在农民的简陋的小屋里。源于动物的疾病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冲突。欧亚大陆的病菌在大量消灭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的土著民族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民族包括太平洋诸岛居民、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民族。这些以前没有接触过欧亚大陆病菌的民族，其累计死亡率在 50% 和 100% 之间。例如，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印第安人口从哥伦布于公元1492年到达时的800万左右，减少到1535年的0。马枕于1875年随着一位访问澳大利亚归来的斐济酋长到达了斐济，接着杀死了当时仍然活着的所有斐济人的1/4。而在这之前，大多数斐济人已经在1791年死于随着第一批欧洲人的到来而开始的流行病，梅毒、淋病、肺结核和流行性感冒，于1779年随库克船长到来。接着于1804年又发生了一场斑疹伤寒大流行，以及后来的许多较小的流行病，把夏威夷的人口从1779年的50万左右减少到1853年的84000人。这一年，天花终于到了夏威夷，把剩下的人又杀死了1万左右。这种例子多得举不胜举。然而，病菌也并非只对欧洲人有利。虽然新大陆和澳大利亚没有本土流行病等待着欧洲人，但热带亚洲、非洲、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却有。旧大陆整个热带地区的疟疾、热带东南亚的霍乱和热带非洲的黄热病，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最著名的热带致命疾病，它们是欧洲人在热带地区殖民的最严重障碍。
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直到欧洲人瓜分新大陆开始后将近400年，欧洲人对新几内亚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殖民瓜分才宣告完成。而且一旦疟疾和黄热病通过船只运输传播到美洲，他们也成了对新大陆殖民的主要障碍。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这两种病使法国人修建巴拿马运河的努力中途失败，也几乎使美国人最终成功修建这条运河的努力中途失败。让我们把所有这些事实牢记心中，在回答耶利的问题时，努力重新全面认识病菌所起的作用。毫无疑问，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行政组织方面拥有对他们所征服的大多数非欧洲民族的巨大优势，而仅仅这种优势还不能完全说明开始时那么少的欧洲移民是如何取代美洲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的那么多土著的。如果没有欧洲人送给其他大陆的不祥礼物，也就是从欧亚大陆人与家畜的长期密切关系中演化出来的病菌，这一切也许是不会发生的。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11章牲畜的致命礼物，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